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两个迹象表明袁冰妍并未被当成劣迹艺人，并且她的事件定性错误。袁冰妍因税务问题一直被动低调着，偶尔在社交媒体上冒个泡，还没有恢复正常的事业发展，一直没有公开亮相、正常接戏、参加商业活动等等。本来走红就晚，如今耽误这么长时间，白白浪费大好势头。袁冰妍税务问题定性错误，官方通报的是袁冰妍公司逃税被罚97万，注意是逃税，不是偷税漏税，二者区别完全不一样，不能一概而论。网友们的看法受某伦、某亚等人的影响，把袁冰妍公司的逃税定性为偷税漏税，依据是袁冰妍100%控股，就是他逃避缴纳税款，构成偷税漏税事件。可只要理性看待这件事，发现袁冰妍并没有偷税漏税，是一种较大的误解。在其工作室发布的声明中，清楚地交代了是公司未尽代扣代缴义务导致被罚。这种说法有理有据，经过查询官方平台的处罚记录，处罚内容就是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，根本不是偷税漏税。处罚依据是《税收征管法》第69条，而偷税漏税的处罚依据是第63条。事件性质不一样，处罚依据自然也不一样，不能一概而论，妄自下混淆的定论。之前新东方因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被罚钱，依据的也是第69条。既然外界认为新东方是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，那自然也应该顺理成章地认定袁冰妍及其公司也是一样，不存在偷税漏税，只存在未尽代扣代缴义务。综上所述，外界对袁冰妍的税务问题定性错误，普遍认死理认为是偷税漏税，不尊重客观事实，害得袁冰妍备受困扰。明明没有犯原则性的问题，偏偏被扣上原则性的劣迹帽子，导致合作方不敢邀请袁冰妍合作，遭受长时间的软性封杀。袁冰妍并没有被当成劣迹艺人，袁冰妍在娱乐圈被当成劣迹艺人，这是肉眼可见的事实。这么长时间没有曝光率，只有这样的艺人才会享受。从两个迹象看，袁冰妍也没有100%被当成劣迹艺人，最起码还有缓和的余地。袁冰妍的待播剧有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，在事发之前送审核过程中，袁冰妍遇到税务问题，结果几个月后，这部剧审核通过下发行许可证了，一共有40集。国家广电总局审核剧集的时候，男女主角有没有问题至关重要。袁冰妍真的被定性为劣迹艺人的话，审核一定不会通过，直接 pass 掉。如今成功下证，证明袁冰妍并不是劣迹艺人。尴尬的是，平台方不敢播出，害怕遭受舆论，这才是袁冰妍的无奈。相关部门没有说什么，卡在后续的流程上，软性封杀真的厉害。今年将举办微博之夜，主办方发起了 King、Queen 年度人物、年度作品的推荐评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袁冰妍可以正常被推荐，没有受到什么限制，这也是一种正常的非劣迹艺人的迹象，把袁冰妍当成正常艺人看待，该评选就参与评选，没有搞特殊化。其实早在事发的时候，平台就展示了自己的态度。当大部分人翘首以盼袁冰妍被炸号的时候，却一直没有等来，原以为会像某伦一样反应迅速。平台炸号一方面要评估事件的性质，另一方面也受到上面的指示，两方面评估下来，袁冰妍安然无恙，证明他就不是劣迹艺人，不在范围之内。一直追着他不放的人不知道是真糊涂，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信号已经很明显。